大家好，郎才女貌，浓情蜜意，本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也是人的一生中最亮丽耀眼的记忆所在，甚至是某些人终其一生的全部了。例如李敖先生，在我看来，一见钟情是喜欢，相看不厌方爱情。只有喜欢成分的话，还谈不上婚姻；只有相看不厌的爱情，才能走向婚姻。赵丽颖、冯绍峰就是因为相看两不厌的爱情，最终走向了生育，最终走向了婚姻。说实在的，两个人都在颜值巅峰的人，连吃瓜人都看不厌，更何况两个当事人了。而且重点是，冯绍峰还是相当粘老婆、怕老婆的，而赵丽颖也是肯干事、能干事的人。特别是赵丽颖，甚至愿意在如日中天的事业高峰期，抛下一切为冯绍峰生儿育女，完美诠释了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法。而后者甚至连收个孩子的小名儿都要向老婆大人请示汇报，实在是妥妥的妻管严。所以这两个都是愿意为对方付出和妥协的人。那么为什么这场貌似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的美好姻缘，却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没到3年就草草收场了呢？说白了，就是六宗罪和异想法。思想相当传统，阶级观念相当强烈的少峰妈，一直都有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打地洞的门第观念。跟同一屋檐下的赵丽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总结出了后者的六宗罪，包括一、农村出身；二、学历太低；三、生活邋遢；四、没有餐桌礼仪；五、不顾家，不照顾孩子；六、不肯继续生孩子。因此在两人离婚之后，少峰妈干脆就把六宗罪总结缩短成了一句话，那就是低学历的赵丽颖根本配不上高学历的儿子。这六宗罪和一句话的话外音，或者说背景音，您听出来了没有？那就是在我的家里，我说了算。说实话，这种心态的人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超典型，颇有些霸道总裁黄晓明的味道，代表了不少南方父母家的普遍心声。也就是说，入门的小媳妇不要你觉得，而是当婆婆的我要我觉得，即是凡事都要听婆婆的话。您有没有发现，这种相当强势的貌似上帝的视角，或者说长辈的视角，虽然表达的方式的确是够直接的，但也把原本可以修补和拉近的思想差异，一下子就扩大提升到了一个高端和低端的本质差异，而且姿态之高相当明显。比如用到了太低、农村、邋遢等等用词，都是鄙夷满满的、语气强烈的用词。在另外一边厢，赵丽颖嫁入豪门，可不是贪图赚钱能力比她弱几个档次的冯绍峰那口袋里的几个钱，更没有必要去指望冯绍峰家里的祖上积蓄。他只是简简单单的为了爱和孩子，还有和所爱的人走到一起。所以我就是豪门的他，需要更多的彼此的平等和平视，更多的长辈的理解和包容。罗马都不是一天建成的，习惯更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而且更吊诡的是，赵丽颖的童年、过去甚至农村户口都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如果这都拿出来说事，拿出来比夷，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要比也最好拿现在的赵丽颖和现在的冯绍峰甚至冯家做比较吧，这样才显得更合理一些嘛。而且说1000道10000，婚姻到底还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这对男女齐心协力迈向未来的事情，不是身为旁观者的婆婆反复敲打和纠缠的记账本。说实在的，原本就不乏少女幻想的赵丽颖，也在婚前就憧憬过喂马劈柴、面朝大海的幸福日子。毕竟中国女性不少人的依赖性都是深入骨髓、根深蒂固的，只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被逼出去了，被豁出去了而已。因此身为赵小刀的她也不负盛名，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再次上演直肠直肚、大吐苦水，大胆爆出了自己的一个终极的想法。他说最怕处理婆媳关系，
不想和婆婆住在一起。这种隔着屏幕的超直接的喊话，勇敢程度也是爆表了。说到这儿，原本护妻爱妻的冯绍峰夹在爱人和母亲之间，仿佛一下子就迷失了自己。因为他身兼妈宝和孝子，所以明知妈妈对媳妇有成见，媳妇对婆婆有想法，他也最终选择了鸵鸟式的做法，选择了视而不见。因此最终导致了原本美满的二人婚姻因为三方意见的相左而最终破局了。因此婚姻的质量，幸福的与否，有时偏偏不是两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深如海的豪门环境当中，更是长辈说了算。不少人，特别是女性，必须权衡自己的自身价值和分量，做出取舍，要么放下自己委曲求全，要么像赵丽颖一样追求自己所向往的平等和平视。毕竟即便时代变了，女性想要在婚姻中活得自在，活得痛快，就必须打好自身的基础，依靠自身的实力。任何强大的内心都不会依附于他人而存在，因为他自己就是豪门，就是臂弯，就是支撑。说到这儿，您觉得我说的对吗？欢迎您一道评点，互通有无，多谢您的支持和点赞。